扎西德勒，你好啊，欢迎回到欧的妹简单生活。是的，我还在西藏，让我们继续一窥西藏的面纱吧。跟团就是无法自由安排时间，所以今天的行程满满，没有喘息的时间。但从明天开始就要一路拉车到后藏区了。是的，这系列的影片会一路向西，直到阿里区。阿里区在哪里呢？已经要到印度啦，就是这么的西。先不说废话了，来吃早餐吧。今天是有煎蛋的早餐，抚慰了不断奔波的身心。吃饱饱，前进传说的布达拉宫了。以前对于西藏的印象有一部分是来自于2004年上映的电影《天下无贼》。记忆中刘若英在偌大的寺庙里跪拜，那场面让我对西藏的寺庙的雄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纵使去过许多的佛寺道教的宫庙或是欧洲的大教堂，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，唯独西藏的庙宇特别有神秘感。或许是我自己了解的不够深入吧。藏人的文化习俗、生活方式、语言跟文字都相当的陌生。对了，还有高海拔的生活环境，真的是一大挑战。不过我个人很喜欢他们的甜茶跟藏包子，好好吃哦。布达拉宫跟大昭寺里面都弥漫着浓厚的酥油味。藏人除了喝酥油茶、抹酥油，更多的是供奉酥油到寺庙中。他们会提着一桶桶的酥油到庙里面，添加到烛台中，所以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酥油灯。据说是因为以前的西藏物资比较缺乏，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，但藏人们非常虔诚，所以早年就会以酥油代替鲜花素果，这个习惯就一直流传至今了。在大昭寺外看着一位位藏人行着磕长头的跪拜礼，五体俯身的大礼，那种感觉很复杂。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虔诚的心，但是无法体会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有一说是他们做这些就是终将会与佛合为一体。除了酥油味还有藏香。西藏的藏香文化呢，据传已有1000年的历史。我自己这次买了不少藏香回来。真的藏香都是以天然的草药经过手工制成的。对藏人来说呢，藏香呢有空间净化的作用，也是常见用来供佛的物品。不论参访布达拉宫或是大昭寺，基本上都相当的拥挤。除了有大量的游客之外，更多的是藏人们。藏人是不需要门票的，因为对他们来说进庙参拜呢几乎是每日的日常。特别是大昭寺，对居住在拉萨之外的藏人们他们朝圣就是必来大昭寺，一生至少要来一次。参访完寺庙后呢，接着进入观光客行程，藏服写真时间，完全感受到这一条龙产业的威力。从选衣服妆发造型、上街拍照、选照片、修照片，完全服务到好。在选藏服的时候我有提出希望是帅帅酷酷的造型。你觉得陈国有帅气酷酷的吗？请在留言处跟我分享哦。马不停蹄，咯咯咯咯咯咯。拍完写真之后已经要来不及看文成公主了。好家在写真老板直接开车送我们到剧场，但没想到的是，从停车场走到表演场地，有着爬不完的阶梯。真的是爬不完但这也是这出剧的卖点。在露天的表演场地中真实的山直接就是背景之一。表演中的大批动物可以直接穿梭在剧里面，
真的是大景。最后请记得按赞跟订阅哦，谢谢你的收看，下一集就要开始进入后账咯，不要错过，拜。